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花少中龚俊对李沁偏爱有迹可循，网友的感叹其实很有道理。有没有人发现，咱现在的综艺节目真是越来越像一锅乱炖，啥都有，啥都敢掺。花少新一季还没开播呢，就已经被网友预言封神了。果不其然，一开播就热闹非凡，各种高能片段轮番上演，评论区比编导还带劲，二创疯的让人怀疑是不是下一季直接变成恋综了。咱就是说，旅行综艺整成了恋爱现场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可你以为就这点料？不，这锅里头还藏着点大馅。网友都差点笑昏在弹幕区，你说这大哥龚俊是不是太偏心了点？这么明显的操作，要不直接把节目名换成你是我的花少的了？咱就想问，这种让人一口气磕 CP 的旅行综艺，以后还让不让人好好旅游了？行，咱们直接开门见山捋一捋。本以为花少就是明星旅游，看风景，晒自拍，偶尔人性互撕一下，但这次怎么办？一档好端端的出游综艺，被网友二创剪成了恋爱大片。马思纯、张晚意有故事，李沁、龚俊有戏份，直接一群人云里雾里磕糖磕到上头。尤其是李沁和龚俊俩人你来我往，贴心小动作不断，网友表示这不是幻觉，是明目张胆实锤。开门点名陪餐，专属导致旅游变成了宠爱现场直播，旁人都快成路人甲了。你说旅游节目整成这样，到底是人家龚俊操作太坦荡，还是咱们网友脑补能力太强？事实证明，这堂是真的，人不想磕都难。瞅瞅节目这些个细节，简直可以拍个偶像剧分集。想当初网友还以为自己脑补太狠，谁料人家导演控场都控不住龚俊那一颗宠李沁的老 baby 心。啥时候开餐吧台，也得李沁作陪，小沁陪我，全场明晃晃的偏心。李沁那性格啊，低调内敛，还爱憋着，有啥不说，生怕麻烦人，冰淇淋点口味都要跟大家说一样。偏偏碰上龚俊这种热心肠，一耳朵就听见小沁心思，硬是给人家要个香草味。咱就问，这心细如发的操作，普通朋友间能这么上道吗？大家一块吃饭，谁坐李沁边上？当然是龚俊，旁边陈数都被甜到偷乐，全场仿佛只有 CP 线，他们不是在旅游，是在拍电视剧啊！更绝的是车上的约饭名场面，龚俊不但当场问李沁戏什么时候杀青，更直接放话要回横店找他吃饭。合着车上一堆人，你就只约小沁，是不是太直球了？网友客到都快把键盘敲碎，这大哥太坦率，明眼人都看出来了。别说观众，连马思纯等人都一脸懂了的表情。至于帮忙打包饭什么的，龚俊永远第一时间关照李沁，不舒服就说我来。谁不羡慕？谁都想有个这样的小 baby 啊。不过咱的说，人家龚俊也不是只顾甜蜜，做事还真上心。作为团队导游时，他执行力、贴心度都是一绝，安排行程、照顾大伙、关怀细节都很到位。可是节目这场面，你对所有人都好，但对李沁分明就是好上加好。这就像咱东北小饭桌，大家都有份，可某个菜你就得给心上人多加几块，别人说你偏心，你咋整认了呗？网友的磕糖热情不是空穴来风，第一期两人在窗边那场面，直接把屏幕变成偶像剧海报。明明龚俊比李沁小2岁，人家却不叫姐，连正儿八经称呼都不来，整天小沁挂嘴边，谁看了不得说一句这哥心挺野。这年下不叫姐，网友表示服了，要不节目组直接请狗子团来做后期算了。但也有人跳出来唱反调，别磕了，这综艺有点过火，
能不能别把一切都往感情线带？旅行的乐趣都快让 CP 热盖过去了，大家能不能留点空间给友情、风景和成长？综艺本是大家集体活动，现在好像全成了课堂基地，有人喜欢，有人厌烦，这就搞出两派阵营，各执一词。节目还没播完，评论区已经吵成了菜市场。但要说真正让网友炸锅的，还得看节目暗流涌动的人设分化。龚俊宠小庆，有人觉得是人家真有绅士风度，可你仔细品味，节目组剪辑和明星互动，不就是把组 CP 卖糖玩到极致吗？花少早几季注重旅行故事、人与自然、文化交流，可到新一季，是不是撒狗粮成了主旋律？节目到底是旅游还是变相炒作亲密关系？到底真感情还是剧本杀？网友都开始怀疑这是编导有意制造话题，话题多了流量就上来了，广告商自然眼热，节目火得越凶，平台赚的也手不软。这玩意儿就像市场摊上卖苹果，光有人问还不够的，有人在旁边喊新鲜、甜。观众磕的风，节目组乐得合不拢嘴，社交平台出奇制胜，话题龚俊偏心李沁冲热榜。你看网友剪片，能直接出恋综番外篇，岗位都快抢了剪辑师的饭碗。但风头太猛也有副作用，明里是课堂，暗里有炒作感情，粉丝互撕。有人质疑，这要是真感情，人家还上什么综艺？不如早点官宣的了。可换个角度，如果是节目故意推剧情，多少让人觉得人工加糖，观众反而更容易腻味。毕竟课堂和旅游本来就不该混为一谈。节目播到这里，大家仿佛找回一点平静。表面看起来团队协作，旅途温馨，啥事都过去了，可实际上矛盾暗藏心头。喜欢磕 CP 的观众继续狂欢，反磕派早已开启吐槽模式，一档正儿八经旅游综艺，现在连吃个冰淇淋都得上升到感情线，节目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了？苦了那些只想看看美女帅哥纯玩耍的普通观众，直接被浪漫气氛劝退。与此偏心风波也开始波及其他嘉宾。有人说龚俊对李沁照顾是天然亲和，没啥，但也有人脑补出团队关系失衡、资源分配不均的复杂剧情。尤其娱乐圈风云诡谲，一个小动作就能被脑补成关系版图的地震。节目组这下头大了，怎么剪都有人挑刺，怎么渲染都有质疑，更别提网友自我创作的 CP 线，让原本的旅行体验变味。好端端的风景、美食、人文故事被磕糖、磕疑云裹挟，全员成了恋爱观察员，谁不管磕还是吐槽，都绕不掉龚俊的小庆偏爱。所以问题来了，节目到底该向哪发力？是彻底恋综化，还是重归旅游叙事，给观众留条干净的路？两大阵营各不退让，分歧越来越深，最终谁也说不好明天风向咋变。老铁们，说句实在话，这节目厉害得很。想旅游吧，磕糖抢戏；想纯看风景吧，恋爱氛围满屏。你说让那帮不磕 CP 的人看了有点社死，只能默默念原本想看人旅游，结果被塞了一嘴狗粮，嚼得牙都酸。更神的是，节目组连年下都不叫姐，这种梗都能玩得风生水起，咱场外观众只能自嘲，难怪我单身，看个综艺都能被教做人。双引号。不过吧，也得夸一下节目组用心良苦，把旅游变偶像剧，CP 氛围做得天衣无缝，就像东北烤冷面加蛋加肠，有滋有味。可别怪网友不上道，连路人都能看出来，感情线这活儿真不是常人能演出来的。节目组少点套路，多点真实，未来没准能真的封神，而不是被封狗粮。说了半天，我寻思着问问大伙，你觉得综艺节目里明星互动到底该不该搞 CR 卖糖？是旅游该有点人情味儿，
还是节目组就该真诚不套路？磕糖的人说甜死人不偿命，反磕的喊海我干净旅途，你站哪队？要不以后咱都别看风景了，直接去追真人恋综，综艺节目还治啥风景病？大家来评论区表个态，你是课堂狂魔，还是纯看旅游的清流？